绝对是10月最值得期待的新番之一。那个所向披靡的粉红小不点再次登场，这次他不仅参加了第3届枪术大赛，甚至还组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强队伍，直接成为了全场焦点，全程被全部队伍追着射击，牛逼！就在刚刚 Pito 从助理那里得知 GGO 游戏决定举办第3届特工强袭大赛，于是他立马打着叙旧的名义找到了小莲。但小莲虽然是拿到了第1届冠军、第2届亚军的强者，却根本没想参加这次的第3届大赛。先不说跟 Pito 为敌会有多累，更重要的是小莲想不到有什么理由要跟 Pito 对战，所以他这次坚决不参加。殊不知这正往 Pito 挖的坑里跳。原来 Pito 一开始就打算拉小莲入坑组队，再加上小莲之前跟娘子军团有着下次再战的约定，最终还是向 Pito 妥协加入了队伍。为了拿下这次大赛的冠军， Pito 直接拉着助理还有美优一起跟小莲组成了最强小队，这可把2人之前的仇家全都吸引来了这届大赛。很快通过预算赛的人员名单就被确认下来，首先第1名是强敌 MMTM 小队，接着是第2届冠军队 TS， 还有小莲和 Pito 组成的 LPFM 小队并列第2，紧随其后第3名小队是上届没能拿到名次的娘子军团，还有机关枪狂人小队也成功通过了预算赛。这次大赛除了这些熟悉的面孔之外，也吸引来了一些低调的新小队加入。不仅如此，得知小莲居然跟 Pito 组队后，娘子军团与 MMTM 小队也达成了共识，两队在进入决赛圈之前都不会与对方正面交锋，一致统一将枪口对准小莲的 LPFM 小队。当有着极高人气的小莲和 Pito 踏入会场的那一刻，全场的观众都为之欢呼，全都认为这次的冠军非小莲莫属。但他们恐怕想破脑袋都想不到，在准备室时 Pito 说出了个惊人的事情，原来由于现实忙着演唱会的缘故， Pito 和助理其实已经几个月没碰这个游戏，所以这次大赛根本没有做充足的准备，就连美优也是顾着玩别的游戏，已经很久没碰过枪了。这3人组起来纯粹就是想拉着小莲的大腿来抢夺冠军。为了补偿小莲， Pito 拿出1箱手榴弹送给了小莲。经过美优的讲解，小莲得知了这是能炸飞半径10公尺内所有物体的电浆手雷，所以这6枚手雷也理所当然的到了美优手上。みんな準備はいいか？全然準備してない。激しいバーチャル殺し合いの準備はいいか？忘れるな。1人はみんなのために、みんなは私のために。みんな仲良く。我ら生まれた時は違えど、死ぬのは私が最後だ。久々だから、ゲームをゲームとってのんびり楽しもう。つまり、優勝以外は許さん。さあみんな、守る存分に暴れよ。绝对是最刺激的一场跑酷，面对数不尽的弹道射线瞄准，但凡换个人来跑，都跑不出小莲的速度。就连号称游戏跑得最快的小莲，在这场吸引火力的跑酷中也险些被击毙。牛逼！就在刚刚打开了这次比赛的大地图查看，与上届比赛不一样，这次众人将在岛上决出胜负。LPFM 小队出生点在岛的西南方边线处，其他强队也被刻意分散在了地图的4个角落。从地图上来看， LPFM 小队必须经过一处货运列车的吊车场，并且这一带通常会很开阔，所以必须尽快移动。东方则是平坦的森林，东南方则是一些像塔一样的岩石区，其他地方还有北边的市区有几栋大楼。最后岛的中心是一块未知区域， M 将此区域暂命名为黑盒子。正当他打算等第1次扫描结束后就开始移动决定作战计划时，突然美优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没想到这次还新增了个地图缩小规矩，随着时间的流逝，岛屿会不断沉入大海，最终大家只能全都往黑盒子那里去对决。这下彻底堵了一些只会埋伏逃跑的老6退伍。眼看情况有变， M 决定让小莲当侦察兵， Pito 和美优跟在身后20公尺， M 则负责殿后。小莲本想穿个斗篷降低一下自己的存在感，结果 M 却让他就穿这身粉红色装扮移动，因为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在4人缓步移动了一段距离后，到点开始了第1轮卫星扫描。没想到伴随着扫描结束，不远处天空立马出现了1枚信号弹，紧接着出现了第2枚。 M 一看就知道这是包围4人的信号。根据扫描显示，目前有3支队伍包围了吊车场，其中2支队伍发射了信号弹，所以明显意思就是一起干掉 LPFM 的。紧接着没等小莲从震惊中缓过来，第3枚信号弹也发射升空。意识到随着时间流逝会有越来越多人聚集而来， M 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他让小莲立马跑起来，先往吊车场跑，进去后继续跑，这样敌人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小莲身上。其他3人就在这段期间内想出应对之策，然后再赶去救小莲。对面数十把机枪的射击，小莲只能拼了老命的不停奔跑，队友纷纷给他打气加油。不知道的还以为4人这是在并肩作战，结果却是小莲默默承受着这一切。然而更让他头皮发麻的是，不远处再次有信号弹发射升空，这也意味着又有其他队伍加入围剿大军。正当小莲躲在列车后面想喘口气时，突然一发狙击擦伤了他的小腿，这让小莲不得不继续跑起来。也不知道这些玩家是不是都参加过瞄边大赛，硬是贴脸都射不中小莲一枪，反倒是小莲不停奔跑，差点就跑离了吊车场。就在这时 M 居然让他转头回去，往蓝色信号弹的方向跑来。听着2秒后才传来的爆炸声，小莲一瞬间就算出了信号弹距离自己660公尺远。原来刚才那不一样的蓝色爆炸信号弹是美优朝正上方发射的电浆弹头，然后 M 用狙击打中他所形成的信号弹。就在此时，小莲也发现了缩在火车厢里面的队友，便直接一跃而起，连滚带爬的滚进了火车厢。原来刚才小莲去吸引火力的时候， M 就带着大家一起偷偷躲进来。小莲本以
为要在这里躲到其他队伍离去，但他忘了还有卫星扫描这个机制，只要扫描标点后，大家都会朝着这里冲来。根据刚才的卫星扫描结果，发现1公里内的敌人数量已经增加到了5队，远方还有4队也正在靠近，所以他们要在火车厢内去迎战这群敌人。观众看到9个队伍包围 LPFM 小队，也不由得心疼了1秒小年。有了第2届比赛被 Pito 偷袭的经验，这次敌队采取了缓步靠近的打法，并不敢贸然冲锋，生怕又被埋伏。但奈何 Pito 天生嘲讽圣体，只是跟他们打个招呼，就瞬间让敌队丧失理智，疯狂扫射。然而普通子弹根本射不穿车厢，领队只能指挥众人停火，等他们露头再瞄，再分出部分人慢慢靠近，丢手榴弹进去，然后一起爬上去，一口气把里面打成蜂窝。没想到只是一瞬间就有30多人被击毙，并且随着小莲的不断扫射，又有数名敌人倒下。原来是 Pito 利用光剑从车厢上开了洞，所以车厢就成了能攻能守的堡垒。有个不服输的大哥还想朝火车厢扔1枚手榴弹，结果只是2发狙击就当场领了盒饭，连 M 都不由得佩服大哥的勇气。只有用榴弹发射器的美优派不上用场，只能躺平给3个队友加油打气。观众看到2分钟就秒了30个人，全都觉得 LPFM 小队真是恶魔般存在。眼看正面突破不行，敌队又开始想出榴弹发射器的作战方案。然而这毕竟是游戏，弹道预测线一下子就让美优反应过来这是榴弹，于是 Pito 将枪口瞄准弹道预测线，打算从空中射爆榴弹。バレットラインが消えていくところを。おー、うまくいった。ぶっつけ本番でもなんとかなるもんね。私すごい、褒めてあげた。紧接着美优根据这个弹道预测线推算出了敌队的炮击大致位置，反手送了对方6连发榴弹，直接又炸死了大半的敌人，剩下的人也只能暂时撤退再做打算。就在小莲和美优打算一直龟缩在这到比赛结束时， M 却直接说不可能。なんで？どうして？レンちゃん、フカちゃん。はい。なんか忘れてない？もうすぐここは。绝对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吃鸡混战，不仅有为打倒强敌的团队合作，还有出尔反尔的自由叛变，甚至连无差别射击的狙击手也加入其中。战场局势直接变成了多方位开战，最后还上演了手枪与狙击枪的中门对射，突出一个比赛的惨烈。就在刚刚，由于海水的上涨范围缩窄，N 决定全员准备牵引，并且是朝着敌人所在区域直穿过去，因为如果从2侧逃跑的话，被海水挡住就无路可退了。相比之下，生存率最高的办法就是解决所有挡路的敌人。与此同时，联军这边也在讨论是撤退还是死守 LPFM 小队。就在这时，突然一个人打断了他们的讨论，来人是只有一个队友的克拉伦斯小队，并表示要加入联军一起对付 LPFM 小队，还给出了个细致的作战方案，让联军分散开来，在刚好能看见货车的地方设置一个包围网，等 LPFM 小队为躲避海水走出来时就激火射杀。看克拉伦斯说的头头是道，联军一致采纳了他的方案。此时不远处的狙击手夏利也在瞄准战场，联军也开始按计划分散开来。当看见小莲从货车中跳出来时，不远处盯梢的人立马发射信号弹，联军见状开始朝信号弹位置包围，结果下一秒一梭子弹从身后射出，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克拉伦斯的陷阱，他目的就是想分散联军逐个击破。毕竟这场比赛重点是谁能生存到最后，所以选手既能自由组队，也能自由叛变。克拉伦斯享受的就是这种随意背叛厮杀的乐趣。就在他的队友想叫他早点撤离，避免遇到 LPFM 小队时，突然一发狙击正中胸口，紧接着当场炸开身亡。克拉伦斯立马反应过来，躲到遮蔽物后面，而射出这一枪的正是埋伏已久的狙击手夏利。此时观众都不明白，为什么夏利的枪威力如此巨大，甚至还会爆炸。殊不知他在之前第2届比赛中被 Pito 戏耍击败后，不停的刷怪升级，把所有的经验值都加在了灵巧上，还学会了自制弹头的技能，凭借这个技能制作出了独一无二的开花弹。虽然造价比普通子弹贵了50倍，但无论是谁都没法扛下一枪。联军开始被夏利随意收割，一边是见人就射的夏利，一边是沉迷在背叛游戏中的克拉伦斯。联军一时间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战场突然出现了个狙击手敌人，本想撤退再做打算，结果又遇到了伪装队友的克拉伦斯，只是稍微转身了一下，就被克拉伦斯乱枪射杀。不远处听到枪声的联军还没搞清楚状况，又遇到了守在对面的夏利，见状联军立马掏枪朝夏利射击，结果全都瞄边打法，一枪不中，反倒是夏利一边贴脸一边还能用狙击枪无瞄准将2人击毙。在消灭完附近的联军后，海水也开始蔓延到4周。由于刚才沉迷杀人，克拉伦斯和夏利都没来得及看扫描位置，只能撤离此处再做打算。和克拉伦斯不一样，夏利并不害怕系统会扫描出自己的位置，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和队友分散行动，扫描只会提示队长的位置，就算队长被杀也需等下轮扫描才会标记出新的队长位置，所以队长顺序在最后的夏利最坏打算也有40分钟不会被发现。他本以为凭借这个计划能继续大杀四方，结果下一秒就碰到了不远处也在撤退的克拉伦斯。スナイパー。双方一边移动一边射击，夏利成功射断了克拉伦斯的右腿，克拉伦斯也射中了夏利的狙击枪。本以为局势是还能移动的夏利占优，但克拉伦斯却丝毫不慌，因为现在他只需要换弹夹就行。夏利却已经没办法射击，并且由于夏利的小队特别执着于步枪，所以没人佩戴手枪，这更加让克拉伦斯有恃无恐。闻言，夏利决定让他看看什么叫做一刀清。
何それよく見てなさい。これが止めさしよ。本以为夏利已经稳操胜券，只需要将血耗尽就能拿下克拉伦斯，但没想到克拉伦斯还有后手。只见他咬开手榴弹的保险丝，决定要和夏利同归于尽。慌了神的夏利本想将手榴弹拨开，但奈何克拉伦斯牢牢握住了手榴弹，根本不给他反击的机会。正好克拉伦斯也血量耗尽，宣布死亡。夏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手榴弹爆炸，和克拉伦斯一起饮恨退场。其他队友见到夏利被击杀后，也都纷纷被敌人找到击毙。最后一名队友见状也不再挣扎，直接弃权退赛。赛场上瞬间又少了数支队伍。少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小队在被联军包围的同时，其他几支强敌小队也在打得热火朝天。先是开场分配在东南角边缘的娘子军，他们的作战策略是一开始就直接突击，趁着第一次扫描还没开始，娘子军就朝着中心地带赶路，路上凭借着超远射程的反坦克枪以及重火力机枪扫射压制，直接在扫描前就解决了一支队伍。随后又发现了联军发射的信号弹，娘子军队长瞬间就明白怎么一回事，于是他率领队员直接朝信号弹发射点赶去。虽然联军很快就发现敌人开始射击，但防护罩直接弹开了所有光学枪的射击，反倒是联军被看清楚有几人后，队长直接让人拿出反坦克步枪，瞄准光学枪所发出的光射击，一枪就解决掉几个联军，其他躲在石头后面的残兵则被狙击手收割。还有前行到身后的白毛，短短3分钟就歼灭了整支联军队伍。之后白毛按照队长的指示，找到联军的信号弹并发射出去。原来队长想吸引更多联军前来一网打尽，他独自一人留在原地接受扫描，队员则分散开来埋伏等人。凭借着这一方法，他们不断收割联军队伍，直到周围再无敌人，这才开始继续赶路。与此同时，另一边出生在东北角的 MMTM 小队，在看到大海会不停上涨后，也迅速做出反应。他们利用第一轮扫描会暴露位置的机制，在茂密的丛林中埋伏等待，先由一人用榴弹来吸引敌人的火力。当敌人误以为 MMTM 小队有人落单时，其他身穿迷彩服的队员直接从四周冒出，仅用匕首就将所有人收割。他们也是采用一人诱饵多人埋伏的办法，不停朝中心赶路。而出生在北边的机关枪小队经过一番寻找，在杂货店找到了几辆购物车，经过改造变成了移动式机关枪炮台，用奔放的火力压制打法就轻松击毙附近的敌人，甚至连在高处打算打冷枪的人也被他们用机关枪将整个楼层击穿射死。同一时间的小莲他们在车厢里找到了一辆货车，成功在第5次扫描前穿过吊车场来到了草原地带。由于货车油量不足， M 指挥他们分别下车各自警戒，他则负责看扫描，在看清附近1500公尺内都没有任何敌人后，这才放松了警戒。于是几人也开始查看扫描，发现目前残存队伍仅剩7支，娘子军在距离3公里左右的地方，其他小队也分别在4周往中心靠近，唯独上届冠军 TS 小队显示在海上。原来他们秉持着老六打法，一开始就跑到了高处躲起来，结果没想到这次会有海水上涨收缩地形的规则，直接将他们困在了一处楼顶上。他们也是这场比赛中一枪没射过的唯一一支队伍。此时小莲只关心娘子军的位置，毕竟他参加这场比赛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约定，和娘子军来一场大战。就在他考虑该如何去找对方开战时，突然官方传来警告，告知30秒后将发布并启动特殊规则。这条规则是官方会在现存的每队中挑选1名选手，被挑选的选手胜利条件会有所变化，他们将以背叛者的身份离开小队，加入由挑选者组成的新小队，重新开始战斗，并且官方会将所有挑选者直接送到地图中心位置，等待其他小队前来挑战。这下小莲人傻了，没想到一起作战的伙伴会有成为敌人的一天，而 LPFM 小队被挑选为背叛者的人竟是 Pito。存分に殺し合え。これでまたレンちゃんと戦えるぜ。かつての仲間は今は敵だ。はい。さあ存分に殺し合え。众人怎么也没想到，这场吃鸡比赛居然还有背叛者机制，每个队伍都被指定1名背叛者，从而组成一支新的背叛者队伍。由于是官方指定，每个队伍几乎都是被调走了核心的成员。娘子军团的队长被点名为背叛者，虽然队员都十分的不舍，好在经过一番开导后也都接受了这个事实。相比之下 ，MMTM 小队就十分不淡定。队长得知自己成为背叛者后，当即想自尽结束游戏，幸好官方早有准备，在宣布背叛者前已经封锁了所有人的武器，这才让他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另外也有欣然接受的小队，机枪小队成员人人都想当背叛者，被挑选成背叛者的人怀揣着大闹一场的想法，告别了另外4个没被选上的伙伴。上届冠军 ST 小队还是一如既往的天才，被困在海上的他们本想利用传送机将6人带回陆地，结果传送机只能带走1人，最终其余5人依旧是被困在海上。最后还有一支 Tom 小队，点满敏捷的科尔被选中为背叛者。和其他人接受事实不同，科尔打算帮助自己小队获胜，他计划让队员尽量逃跑，等其他人互拼伤残后，科尔再找机会从后面干掉所有人，最后再自我了断给 Tom 小队获胜。就这样5个背叛者出发前往中心地带，让众人都感到意外的是，
没想到中心地带居然是一艘豪华游轮，这样一来，无论海水上涨到哪里，游轮上面的人都不会受到影响。背叛者小队要做的就是守住游轮，其他小队全员目标是要登上游轮。经过一番自我介绍后 ，Pito 担任背叛小队队长，并且他早已想好了作战方案。此时连这边发现游轮既没梯子也没楼梯可往上爬，唯一入口就是游轮下面有好几处狭窄的洞口，轻易靠近肯定会被背叛者小队疯狂扫射，但不往前冲又会被身后的海水淹没。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全部小队同时突进，以人数优势来强行登船，但人人都不愿当第一个炮灰，都在等听到枪声才愿意行动，只能看谁先被身后的海水贴身，谁就被迫行动。考虑到接近途中或许会有人搞偷袭 ，M 计划让连当诱饵尽情吸引火力，等靠近到一定距离后，美优负责火力压制。就在全部小队都在等着第一个冲锋的人出现时，没想到先行动的是船上的背叛者小队，他们直接利用救生船将全部洞口都封锁起来。やばい！人たち、侵入用の穴を塞いでる！这绝对是一场紧张刺激的吃鸡大赛，每位选手的操作都让观众们无比震惊，只因他们全都不按常理出牌，观众们完全猜不到这些人下一秒会做什么，每时每刻都是提着刺激的心情在看比赛。就在刚刚，背叛者小队突然封锁入口，再加上海水开始慢慢从四周流入，潜伏在游轮周围的几支小队不得不开始行动起来。首先是小莲这边，在 M 的一声枪响下，小莲和美优立马冲出去，其他小队看见有人行动，也立马开始朝着游轮冲去。背叛者这边，科尔负责观察四周敌对动向 ，TS 小队由于全员都在海上，所以艾尔宾负责阻止小莲他们。就在小莲即将进入射程时 ，M 及时打断了艾尔宾的瞄准，可惜这么精准的狙击爆头也没能射穿艾尔宾的防御铠甲，反倒是小莲被射的只能在原地不停闪躲。他本想让美优来打断对方，但奈何离榴弹发射器的射击范围还有很远，并且 M 的狙击枪也无法射穿艾尔宾，只要艾尔宾的武器不被射烂，就能一直压制小莲三人的行动。另一边，娘子军小队也在靠近游轮，负责阻击他们的是娘子军队长和 Pito 两人。在 Pito 的扫射下，娘子军立马有人中弹倒下，其他人也只能找掩体躲避。至于 MMTM 小队也是被他们的队长用榴弹一直轰炸，根本无法轻易靠近游轮。此时海水离游轮大约还有600米左右，看着自己小队正在一步步靠近游轮，科尔本打算找机会背叛让小队登船，结果没想到 Tom 小队找机枪小队同盟，还上来就瞧不起重机枪，觉得速度才是王道，直接被机枪小队扫射成了马蜂窝。看到这一幕的科尔由于太过激动大意疏忽，也被从身后的狙击射杀爆表，这正是娘子军的超级狙击枪所为。射掉了背叛者小队的斥候后，由于大块头被 Pito 打中，已经无法移动，狙击手只能狠心抛弃他，继续奔向游轮。另一边 MMTM 小队经过狙击手的搜索，也找到了队长的具体位置，狙击手决定自己打掩护，让其他伙伴趁机冲进游轮。机枪小队这边经过一轮疯狂扫射，成功射杀了背叛者小队的队员，打败了目标人物后，机枪小队由于感到有点无聊，开始了让观众都想不到的骚操作。只见4人不停朝互相扫射，只为寻求刺激感，最终机枪小队全员阵亡。经过一轮消耗后，为了减少人员伤亡， Pito 开始指挥剩余的3人朝驾驶室移动。没了火力压制后，很快娘子军和 MMTM 小队抵达游轮入口。小莲这边虽然美优差不多也赶到，但由于之前一直远距离狙击，再加上行动速度缓慢，根本来不及进入游轮里。好在小莲及时想到办法，让美优发射榴弹，利用榴弹的冲击力将强行往游轮冲来。最终3人赶在海水灌入的最后一刻成功登上游轮。另一边来到指挥室的 Pito 做出了个让众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为了接下来的刺激，他命令系统打开全部的放水阀门，让海水倒灌进来，因为他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和船内的各个小队互相厮杀。目前根据海水倒灌的速度，游轮大约还有2小时就会彻底沉没。艾尔宾看船还有动力，恳请 Pito 能去救救 TS 小队，这让娘子军队长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增加敌人，但 Pito 根本不管这些，在他眼里战斗越热闹越开心。就这样，游轮开始朝着 TS 小队所在地出发。此时距离下一次扫描已经不足1分钟，船舱里的3支小队都在盯着展示图，在展示图上每5分钟就会显示一次所有玩家的位置和名字。经过一轮扫描显示，大家都知道了背叛者小队在指挥室里面， MMTM 小队则是比较靠近中间的位置。至于小莲3人和娘子军的位置，居然只隔了一个走廊。M 瞬间反应过来让2人快跑，可惜美优速度太慢，还是被娘子军的机枪手扫射中，好在有背包掩护，这才没当场丧命。接着娘子军又派出了攻击手突进 ，M 立马让美优朝走廊开一枪，打算将2队阻隔开来。结果美优的榴弹并没有射中攻击手，反倒是被攻击手躲开后直直朝着娘子军射去，最后在射中墙的瞬间引发爆炸，炸中娘子军3人。攻击手也在冲击波的推动下，一口气被推到了N的面前。正当他要报上次大赛被打败的仇时，没想到枪里没子弹了。但攻击手毕竟是攻击手，就算没了枪也还有近身格斗技术，直接拿枪带就死死的勒住了N，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小莲还想开枪救人，但2人高度重合，根本没有机会。窒息確定や